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OpenAI 推出的全新 GPT-4 语言模型，它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呢？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最近几个月爆红的 ChatGPT 下一代语言模型 GPT-4 的9大特色吧。首先 GPT-4 比之前的 GPT 3.5 更聪明、更准确，无论是创造力还是推理能力，它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OpenAI 甚至让 GPT-4 参加了超过30种考试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它在律师考试里获得了前10%的成绩，而在试9师考试中，也赢过了其他77%、92%的考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第2大特色 ，GPT-4 支援视觉输入，可以进行图像辨识。是的，你没听错 ，GPT-4 可以接受文字和影像的输入，这和之前的 GPT 3.5 以及更早期的 GPT 模型有很大的不同，而且它在图表分析方面也表现得相当出色，能针对问题给出推理的步骤以及结果。不过别忘了 GPT-4 的影像输入功能目前仍在研究阶段哦，还没有公开呢。好的，继续来看 GPT-4 的第3大特色，可转向性和更投入，扮演多种不同角色。OpenAI 表示，我们可以通过在系统的讯息中描述 GPT-4 所要扮演的角色、方向，规定它的人工智慧风格和任务。例如，你可以告诉它扮演某个角色，并以特定的风格回答内容。不过这样的设定是在系统中完成的，所以你无法在对话中要求它停止扮演某个角色或解除限制。这和 GPT 3.5 直接在对话中指定身份有很大的不同。接下来，第4大特色 GPT-4 减少乱说话的几率。虽然 GPT-4 仍然有可能出现幻觉，也就是随意回答或以不正确的方式回应，但与以前的 GPT 历代模型相比，它显著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发生。根据 OpenAI 内部的评估， GPT-4 在产生幻觉的几率上较 GPT 3.5 小了40%。第5大特色，对于敏感问题提供更好的回答方式。虽然 GPT-4 依旧可能产生有害建议、错误程式或不准确的资讯，但 OpenAI 收集了来自多达50位专家的测试建议，并将其纳入 GPT-4 的模型改进中。相较于 GPT 3.5， GPT-4 在回应敏感问题时有明显的改善，提供更适当的回答。第6大特色， GPT-4 仍然只提供到2021年的资料。GPT-4 并未提高资料的可用年份，仍然只对2021年以前的资料进行训练，因此使用 GPT-4 无法获得2021年以后的即时资讯。然而，你可以使用之前介绍过的 WebChat GPT 来整合最即时的网络内容。第7大特色， GPT-4 优先开放 ChatGPT Plus 订阅者。OpenAI 虽然发表了 GPT-4 语言模型和 API， 但目前网页版 ChatGPT 仍在使用 GPT-3 模型。然而 ChatGPT Plus 订阅者可以在网页版使用基于 GPT-4 的 ChatGPT 功能。开放初期 ，OpenAI 可能会动态调整流量限制，以确保系统稳定免费。ChatGPT 使用者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使用 GPT-4 版本的 ChatGPT。第8大特色，加入候补清单取得 GPT-4 API。开发者若想使用 GPT-4 API， 需先测等候清单，在收到 OpenAI 的通知后，开发者才能在后台取得 GPT-4 API。第9大特色， GPT-4 每1000个提示 token 花费0.03美元。GPT-4 的收费方式为每1000个要求 token 收费0.03美元，而 GPT-4 产生的回答则是每1000个回答 token 收费0.06美元，问题和回答都会计算费用。此外，还有每分钟4万个字的请求限制和每分钟200个问题的提问限制。以下再次简要回顾这些特色：更聪明准确，支援视觉输入，可以进行图像辨识，可转向性更加投入，扮演多种不同角色，减少乱说话的几率，对于敏感问题提供更好的回答方式。仍然只有提供到2021年的资料，优先开放给
ChatGPT Plus 订阅者使用 GPT-4 API 需透过候补清单来取得，每1000个提示，token 花费0.03美元。至于影片功能，目前 GPT-4 确实尚未提供。然而 GPT-4 现已支援视觉输入，可以进行图像辨识，这在某程度上显示了 OpenAI 未来可能朝向多媒体应用的发展方向。GPT-4 在资料正确性方面的改进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。虽然 GPT-4 在很多方面有所改进，但仍然需要在实际应用中验证其表现和准确性。希望 GPT-4 能满足使用者在各种应用场景中的需求，并不断优化和改进。